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剧《犯罪拼图》第5章的故事。刘希在开车时无意间看向后视镜，发现眼镜妹竟然在他车上。眼镜妹告诉他有人在跟踪刘希。刘希一看果然如此，赶紧带着眼镜妹回到自己家中。他问起眼镜妹怎么知道自己的地址，眼镜妹解释道，任教内部有个人在帮助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刘希带着组员秀彬前去调查。他们来到人教受害者是真的父母家里，母亲言语中充满着对人教的痛恨。好在最近人教没来找他们麻烦了。期间，秀彬借口上厕所离开了一会，而刘希走前拿走了眼镜妹寄给父母的快递凭据。财阀姐对刘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调查感到非常愤怒。这时手下带来消息，他们的服务器被黑了，还没整理好的钱也被盗了。这番话让财阀姐瞬间抓狂，她让手下赶紧想办法。韩教授在尝试过潜入后，让小胖再做一把备用的钥匙，而监狱长也带着狱警穿过了那扇门。他来到昨晚韩教授出现的地方进行调查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不过警觉的他还是通知下去，明天开始夜间进行轮岗，提供实弹和探照灯。另一边，小金则给韩教授带去了他行动需要的工具。刘希拿着快递凭证问眼镜妹，眼镜妹提起一个叫做秀珍的姐姐，现在她在一心基金会工作，她让刘希小心，人教从很久之前就盯上她了，现在也正在盯着她。之后，眼镜妹拿出一个 U 盘，这是她男友给她的，里面记载着人教的犯罪记录。做完了这些，眼镜妹就离开了这里。小金姐姐来找小金，她不想看到小金因为韩教授妹妹死亡一事变得一蹶不振、终生不娶。小金却不想听到这些，直接将姐姐赶走了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发现财阀姐的车竟然停在不远处。财阀姐意识到暴露了，主动下车来到她身边，有权有势的她非常嚣张，威胁了小金一顿后扬长而去。小金虽然气愤，但还是忍下了这口气。拿到犯罪记录的刘希再次找上韩教授。韩教授回想起之前的事，当时他去找刘贤一，直言他调查发现刘市长并不是人教的最终 BOSS， 他想知道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。刘贤一讲起人教的暴行，当时有个叫黄延胜的男人，因为女友加入人教后失踪了，所以他也加入了人教搜集各种信息。他好心的给了黄延胜自己的名片，不料很快黄延胜就被人教发掘出异常，连带着他的名片也被发现。回到现在，韩教授指出这份文件就是黄延胜制作的，而且他们调查的消息一直被泄露出去。组长、成哥、秀彬3人中最少有一个是人教的人，刘希暗暗记在心里。另一边，是甄妈妈家里突然来了一伙不速之客，他们的地址之所以被人教发现，如果不是刘希在背后捣鬼，应该就是看似人畜无害的秀彬是内鬼了。是甄妈妈连忙给刘希打去电话，不过已经来不及了。人教的人闯了进来，当场将2人捅死。很快，刘希和组员们来到了这里，却只见到了2具尸体，而人教的人也都自杀了。监狱中，韩教授准备再次行动，他偷偷从窗户溜走，躲过警卫们的眼线，再次来到了普贤熙牢房的一侧。他拿出工具凿开小孔，之后将工具就地掩埋。之后，他正准备离开时，探照灯突然被工人修好了。幸好韩教授反应快，趁众人没注意，在千钧一发之际重返了自己的牢房。刘红秀向财阀姐邀功，所有的人都自杀了，财阀姐却为了500亿资金不翼而飞的事情正恼火着。这时检察官也来到了这里，他有事要和财阀姐私说。他告诉财阀姐，他同意了他的协议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还拿出了眼镜妹的照片。财阀姐见此很满意，检察官态度大转变，所图应该不小。他主动提出帮检察官在检察长面前说好话，没想到检察官却提出检察长的职位太小了，他想要认识更高层的人。财阀姐一口答应下来。等检察官走后，财阀姐吩咐刘红秀将小金活捉过来，她要弄清韩教授到底想要什么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嘱咐手下美珍将照片上的眼镜妹尽快给她找回来。刘希自从听到韩教授的内鬼言论，开始不信任其组员们。组长和成哥也发现刘希有意疏远他们。刘希对比着黄延胜的案件信息，回想起之前他被杀一案，
韩教授凭借着惊人的观察力，发现是事先布置好的铁丝勒断了高速行驶车辆上的黄延胜的脖子，很快头部被找到。之后，韩教授主动拉上刘希，赶到黄延胜家中查看情况，最后推断出应该和他的女友有关。韩教授找上黄延胜的小弟打听女友的情况，而那个女友就是眼镜妹。她加入人教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后来还带着朋友敏智直接失踪了。之后，小弟拿出几人的合照让韩教授过目。韩教授带着刘希四处打听消息，结果碰到了一个人教成员。老女人的话中充满了对人教教父的尊敬，称对方是上帝派来的天选之子。韩教授见劝说无果，只好和刘希离开了。回到现在，刘希对比着眼镜妹说的话，确定了她就是黄延胜的女友。之后，刘希约了检察官出来见面。原来检察官和财阀姐并没有真正合作，他为了刘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军打探消息，两人商量了一个计划。另一边，监狱长还是放心不下，他再次来到那扇门前，结果真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钥匙。意识到不对劲的他，直接带着狱警来到了韩教授的房间。他拿出钥匙质问韩教授怎么回事。这时，手下还搜索到了相关证据。小胖赶到现场，称钥匙是他们无聊时玩飞行器的棋子。原来韩教授早就准备了后手，就算被发现了，也能有个说法。刘希拿出人教的部分证据，交给电视台的朋友。第二天，一心基金会支持邪教的事就传遍了网络。财阀姐让检察官想想办法，将这件事平息下去。为了取得财阀姐的信任，检察官说了几个办法，并将刘希就是举报人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等检察官走后，手下将内鬼就是秀珍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财阀姐自然没打算放过秀珍，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将小金抓过来，保护好普贤熙的安全。果然，小金刚从监狱中出来，就碰到了混混头子。他拿小金姐姐威胁他，小金只好妥协。之后，鼻青脸肿的小金被带到财阀姐面前，财阀姐上来对着小金就是一顿折磨。她提出要问小金一个问题。晚上时，美珍带着众人来到小金的家搜查，在相册背后，他发现了一个行车记录储存卡。打开一看，才发现原来刘市长是小金杀的。韩教授由此制定了计划，他代替小金进监狱，接近普贤熙。时间回到现在，看着眼前的视频，财阀姐心满意足地露出了微笑。她让美珍去趟警察局办点事，之后她将宁死不屈的小金从天上放下来，打电话给韩教授，用小金的生命威胁他。没想到小金接过电话后骨头非常硬，让韩教授放手去干。他相信韩教授一定会为他报仇的，气得财阀姐拿起斧子当场杀死了小金。刘希接到了电话，原来是美珍来找他了。他请刘希跟他走一趟，他们有韩教授无罪的证据。刘希为了调查清楚，决定深入虎穴，跟着美珍去见财阀姐。到了地方，没想财阀姐上来很亲切地和他打招呼，还称呼她为圣女。这都是普贤熙的选择，如果不是因为普贤熙指示，他早就杀掉刘希了。刘希没理会他的威胁，问起韩教授无罪的证据。财阀姐提起那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，还让刘希跟着美珍去见小金。很快，刘旭来到地下室，结果刚进去就被锁了起来。成哥在警局接到了韩教授的电话，韩教授告诉他，刘希现在很危险，让他亲自来监狱一趟。而这一幕被秀斌看得清清楚楚。监狱长的老婆在回家的路上被神秘人当场掠走，原来这是韩教授干的。他以此威胁监狱长，他提出2个要求：首先不接受新的医务官到来，其次他要知道刘希现在怎么样了。很快，成哥来到监狱，韩教授将任教的事情托盘而出，这让成哥惊呆了。原来韩教授还是在怀疑他们组员，之所以相信他，是因为他头脑简单，要真的是他的话，早就露馅了。不过最后成哥还是答应下来，他愿意帮助刘希。韩教授见此交给他一个纸条。另一边，监狱长则在财阀姐和普贤熙的谈话中得知了刘希是圣女的事情。之后财阀姐找上打手，他有新的任务要打手完成了。他来到会议室，斥责监狱长监管不力，竟然能让韩教授跟外界产生联系。他现在要和韩教授谈谈。很快，他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韩教授，两人互相威胁了一番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之后不欢而散。美珍来到关押刘希的地下室，没想到他为了请求刘希接受自己的身份，不惜当场下跪。这时刘红秀冲了进来，推开美珍，直接带走了刘希。成哥根据纸条上的账号和密码查到了大量关于人教的消息，眼前的照片让他不得不相信韩教授是对的。
检察官带着一众人来到财阀姐的基金会进行搜查，同时带走了很多东西。财阀姐对检察官很不满，威胁他明天下午之前，他要看到他的东西都重回原位。刘红秀带着刘希一路来到一个神秘地点，他称这就是关押小金的地方。没想到刘希一进去，只看到了一个被绑着的女人。刘红秀紧跟其身后打晕了她，之后交给混混头子处理。混混头子直接一刀捅死了女人，不过他并没有对刘希下手。狱警接到委托，带韩教授和打手见面，没想到打手上来就要杀死他。本章完。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，请点赞和关注吧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